握时间，目标校门口，学生家长总动员。这是你我熟悉的上学日常，但在日本，这幕场景又显得清爽。为了避免大车小车挤在校门口阻碍交通，造成附近邻居困扰，日本学校规定，家长开车接送，一律只能送到大马路边。前往校门的最后1里路，大人小孩全都要用走的。这间位在大阪市中心、立校超过70年的中华学校，早已入境随俗。校舍设计、校内规矩都比照一般日本学校。日本的小学是比较注重整洁，然后跟整齐，所以他们在平常的时候就教育小朋友站起来的时候要把椅子推进去啊，然后进室内的时候要换室内鞋。那老师会说一个注音，然后呢，小朋友要把它写在白板上面，可以吗？进入小一课堂学注音、写繁体字，就像在台湾的小学一样。不过这里的学生可不全是台湾子弟。爸爸妈妈是哪里人？中文。你叫什么名字55号。那你爸爸妈妈是哪里人？大阪。事实上，中华学校从小一到国3 200多名学生中，父母一方来自中国的最多，约占60%，其次才是台湾，占30%。不过，来自纯日本家庭的学生也不在少数。今年念中3的长尾奏花，父母就都是日本人。語学は高校生とか中学生までで、大体終わらせるというか、勉強ある程度終わらせたいなと思って、そう考えた時にこの中華学校というのが。奏花学习的样子怎么样？向准中文市场未来的庞大潜力，奏花的父母不止早早帮孩子铺路，自己也积极学中文。如今一家4口，个个都是双生代。而除了他们之外，曾经在台湾留学，来自中美洲萨尔瓦多的鲁霞，移居日本后，也将3个小孩全送来学中文。我太太本来在台湾留学，所以我们在那边读书，然后我觉得台湾的就是那个教育制度是蛮好的。我本身是讲西班牙文，那他们会讲西班牙文、中文、英文，就是可以在整个世界沟通。不过，中华学校变得如此国际化，却是校方始料未及。这个是我们学校的建校纪念碑，带着我们细数创校历史。理事长连茂雄说，当初老台侨创建中华学校，原意是希望后代子孙就算在日本出生长大，也不要忘记自己的根。但时代变迁，台裔子弟少了，新增的他国生力军让学生组成更加多元。不过，也让侨校迎接另一项挑战。它的叙述就是说，台湾地区包括台湾本岛和离岛，离岛有东北方的龟山岛、钓鱼台、烈屿等等。既然用的是台湾教科书，难免遇到敏感议题，像是钓鱼台主权归属，大阪地方政府就曾先派人了解侨校会怎么上课，但校方回应，他们并不会回避敏感议题。教授台湾教科书，同时也会补充说明其他国家的立场，最后让日方放下疑虑。我们也不会特别说要很政治正确的去让孩子说你只能有一种想法，因为毕竟我们的孩子本来就是来自各种不同的立场。那我们也不愿意说因为这样我们就敏感的话题就完全回避。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让孩子们了解国家对于领土之间会有不同的主张。那这也是可以引导学生说，当在不同主张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在中华学校，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不同文化背景激荡碰撞，融合出的多元韵味。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学校，我们就遵循学校的教育方针。我们没必要说一定要孩子去接受什么中国台湾什么那种各种政治的问题，我们就按照学校的来学习吧。カードゲーム遊んでめっちゃ顔玩。那你这么大了，你还在玩卡多 game？你都9岁了。别说了，那个
很好玩。一个家庭说2国语言是这里的特色，也是日常。这群新住民不执着从何而来，而是选择用新视野看世界，务实且自在的生活。